夫君亲自孵出的未婚妻。夫君本以为破壳而出的会是凤凰，没想到却是只小黄鸡，于是他很不爽，成日对我骂骂咧咧，还总说要锤死我。直到有一日，我误入了夫君的心上人上神白生的坟冢，神魂与白生结合的一瞬，我从冰棺中猛地坐起，觉醒了作为上神的记忆。原来那小黄鸡竟是我残缺的一缕魂魄。与此同时，洞口传来墨尘的动静。师傅，徒儿素来敬重于你，但您伤了我的鸡媳妇儿，那我也要锤你。凤族人稀少，目前只剩墨尘一个独苗。天界的神仙千方百计帮他找夫人，延续凤族的血脉。4万年前他的师父白生去世，墨尘便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凤凰。看来他这辈子注定要单身。墨尘心里很清楚这些，对神仙瞎操心不在意，他只愿守在师父白生的墓前安度余生。某一天，日卯星君跑来告诉墨尘，墨尘，你夫人有下落了。忍着一丝好奇，墨尘打算去瞧瞧，结果星君却拿出来一颗蛋。大家历经千万险，终于在东海边收集到一些碎魂，接着把魂魄送进仙蛋里，人工培育了一个神凤蛋出来。等顺利把这宝贝孵化，帝君你可就有心上人了。墨尘瞅着跟前的蛋，很无语。哪有夫人得自己去孵呀？他嘴还没闭上，星君就把蛋直接塞进墨尘的怀中。你自己媳妇不来孵谁孵？我这老头子可不帮这忙哈！星君把话说完，一转身，一溜烟就逃了，丢下男主捧着蛋在风里发呆。待在蛋中的便是我，我隔着蛋壳，隐隐约约地瞧见未来夫君的样子。哇，长得太帅气了吧！夫君，见到你真高兴。夫君俯身瞧着我，眼神很嫌弃。哼，一个空蛋竟会出生。我立刻生气了，怎么可以说我是小破蛋？我们这人工凤凰蛋，心情差可是会当场死掉的。结果夫君亲眼目睹，我的魂魄拍着小翅膀，带着光环飘到了外面。我嗝屁了，夫君惊了，立刻捏诀锁住我的灵魂。天哪，讲一句就没命了。对啊，我脾气很怪，一听见难听的话就会断气。夫君重话害死一尊纯洁小生灵，只好去将功折罪。他耗费了3天拼接好我3魂，再度送回了蛋里。这回他不敢乱讲话了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搁在舒适的软布中，还寻来一只灵鹤来孵。夫君把这些办妥，就去批阅文件了。等他干完活回到这里，发觉我又完蛋了。灵鹤连比带划地告诉夫君，这颗神凤蛋必须由凤族亲自用体温孵。夫君只好再度召回我的魂魄，自己亲自孵。一天24小时，他得抽一半时间把我贴在身上，体会到夫君的温度。我高兴地在里面来回打滚。好舒服！本来就得要夫君亲自孵蛋才行嘛，如此我方能瞧见你的真心哦。在我瞧不见的地方，夫君狂翻大白眼，他极力克制砸碎我的怒火，温和说：“那请问你到底哪天才能破壳3年。”夫君懵了3年？没错啊，咋了夫君？不惜得抱着夫足3年，墨尘崩溃了。不过他丝毫不敢显露抱怨，只要我一没命，全部又得重演一遍。这般提心吊胆孵了我半个月，结果我又没了。只因夫君的宫殿空气酸碱度有偏差，恰好差了0.01的样子，于是我又死翘，夫君只好重来。此后寝殿的干湿度和温度全都依据我的要求去办。尽管这样，我依旧没完没了的断气。夫君若不许我喊他夫君，我会急死。夫君家那只鸟叫得太刺耳，我会吓死。房里太寂静，我无聊会死。屋里若是喧嚣，吵着我也要死。打雷会没命，起风没命，落雨也没命，甚至没什么特殊原因，不高兴死就死。100年时光，夫君抱我哪怕没1000，也有800次了。他脾气早就被磨没了。夫君这才搞懂为什么日卯星君溜那么急。夫君也打算把我扔掉，可是谁也不敢接盘，最终只得硬着头皮接着孵。被我这般纠缠，夫君啥正经事都干不成。毕竟我属于极度难伺候的蛋，夜里得要夫君抱着睡觉也就算了，白天他批阅公文，我都得黏着他。我一颗蛋跟个跳跳球似的，在夫君周围滚来滚去。而且我夫君看过来，快看我呀！夫君正忙着写批复，很不耐烦。你能不能安静的待1分钟？夫君凶狠狠的，我差点被憋得背过气。夫君立马扔掉钢笔跑来劝我，我这才活回来。在神仙眼里，100年岁月好比白驹过隙，转瞬便消逝了。夫君这一回带娃任务获得了跨时代的发展，我竟然顺利挺过了小3年。偏偏在我快要破壳的关头，出现了意外。夫君出差的当口，隔壁老君养的大土狗不知为何溜进了寝殿里，他看见了我，兴奋地拿大鼻子把我推开，压根不管我在内部狂喊：“做什么呀，你这蠢狗！快把我放下！哇哇哇哇！夫君快救命！”土狗还没开窍，根本听不明白我喊啥，他把我当做个皮球似的在那瞎顶，到头来竟然把我从悬崖边给拱了下去，惨了呀！这回可不仅是重开一局的情况，绝对要神形俱灭了。不料等我醒转，我居然没挂，反而跌在人间，夹到了山壁的裂缝中。天上1日，地上1年，夫君定然不晓得我丢了。我打量外壳，发觉已经被磕破了一块，便拼命挪动个头，把裂开的小孔挡在靠着石头的一边，省得变糟。我乖乖的待着，等夫君带我走。盼啊盼，空中下雨了，这水好混，但无所谓，我总得喝几口，补充点营养才行。裂缝里冒出野草，擦着外壳破损的位置钻入内部，蛋子里头因此变得不干净。可我依旧很积极的把草啃了，尽力填饱肚皮。白天暴晒，我险些被烤成干蛋；晚上下雨，江水暴涨，差点把我冲走。幸好我都熬过去了。我就这般盼啊盼啊，
不晓得夫君到底哪天能发现我呢？墨尘察觉到那颗蛋不见时，世上已过去4小时。他使宝剑一查，惊觉神凤蛋被大狗丢到了人间，蛋身已经被摔成重伤，整颗蛋都变扁了些，满是污泥。墨尘浑身一激灵，暗叹这绝对挂了。他火速下界，准备解救那枚蛋。倒霉透顶，人间正闹特大雷电，墨尘急忙加紧步子。怎料等他刚跑到那颗蛋跟前，一记响雷毫无预兆地砸向地面，当场把凤凰蛋轰作2半。墨尘根本不忍看，这得死得多干脆啊！还能活过来吗？岂料那阵刺目的光散开，一个小土鸡呆呆地立在石岩上。小鸡仔瞧见墨尘，挥舞翅膀，泪流满面。夫君，我在这里！我嚎啕大哭，撞进夫君胸前。夫君抓起我摆在脸前，无比震惊，居然活着！我用力点头，我自己挺过了2个月，可讨费劲了。夫君大笑，早晓得早就该扔你下来。我吃了这许多苦，夫君到底会说人话吗？我又想自尽，可惜这回肉身变强壮了，死活都搞不定，只好翻个白眼不理夫君。夫君将我带回了天庭上，他称既然我已变鸡仔，理应去读书去练功，绝不许当白痴，更不准整天黏着他。我认为他的话很对，正牌天妃哪能是个文盲呢？于是我服从夫君的安排。天界上头的学校是仙2代们扎堆的地方，同学们一瞧见我便叽叽喳喳的。哎，新同学咋会是一只小黄鸡？对啊，说是墨尘帝君的宠物鸡呢，还未变人形。哼，真是背靠大树好凉风，鸡也能跟咱们一起上学了。我一听这话就很不爽了，扇着翅膀飞到老师的桌子上。我不是帝君的宠物鸡，我是夫君未来的夫人，我是神凤，不是鸡。我不过长着小鸡的模样，等我长大了便是凤凰。周围同学哄堂大笑。全天界谁不知道，帝君只爱万年前挂掉的白生上神，咋可能娶一只小黄鸡当夫人？请听题，一个东西看着像鸡，摸着像鸡，请问它会不会是一只凤凰呢？凤凰可是生了就有人形的，请问鸡姑娘，你咋就化不了形呢？面对同窗们的连环发问，我一时语塞。老师此时现身，吵什么吵？大家顿时闭嘴，我也终于被解救。看在帝君的面子上，老师对我很客气，他还严肃地警告大家不可以欺负我。有老师在，第1天上学还算平稳。晚上，我回到夫君的寝殿，第一时间就去找了穗禾姐姐。穗禾姐姐是夫君殿中的领头仙女，一定知晓白生的事情。白生上神啊，他已经死了1万年了，帝君把他的遗体放在了东海极寒之地，时不时就要去看他呢。你说帝君是不是喜欢白生上神？当然啦，全天庭谁不知道这事儿？白生上神是帝君的师傅，帝君一身本领全是上神传授。据说2人做师徒，帝君就对上神表明过心迹，但上神碍于师徒身份，一直没有回应这份感情。后来白生上神对抗魔族老大晴空，不幸牺牲，帝君伤心欲绝，几次在上神坟前哭血，还差点自毁仙跟随他去了。穗禾姐姐说着，我回忆起夫君确实经常去东海海底。我说咋个每次从东海回来，夫君都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，有好几次我还看到他落泪了呢。唉，原来是去看白生上神啦。得知夫君有心上人，我倒是没有特别伤心。一来我本就是个大度的小鸡，二来那个白什么生都死了1万年了，能比得过活生生可爱的我吗？我一定能夺回夫君的心。夫君又一次从东海回来，一个人坐在梨花飞舞的院子里吹箫，背影落寞。我走过去，用翅膀拍了拍自己的鸡胸脯。别难过，夫君，你师父死了，你还有我也可以好好照顾你的。夫君忍不住笑出声。那我可真是谢谢你了。夫君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，但我没有。平时夫君忙于政务，我就用法术煮参汤给他喝。参汤熬好，我用翅膀举着比自己身体还大的茶杯给夫君送去。你还挺能干。夫君接过茶杯，打开盖子，我就赶紧跳到他肩膀上帮他吹凉，捂着腮帮子呼呼呼地吹着。夫君伸手在我脸上拨动了一下。养一只宠物鸡还挺好玩的。我停止吹气，很不开心。我不是宠物鸡，我长大了就会变凤凰的。夫君犹豫了一下，可是做凤凰很累，就做一只小鸡不好吗？我摇头，不行，小鸡不能给夫君当夫人，我不要做小鸡。夫君收敛了笑容，我并没有娶妻的打算，无论你是鸡还是凤凰，我都不会娶你。我就知道他还想着白生。作为一只聪明的小鸡，我早就熟读芍药女子99招，如何拿下高冷神仙等等名著，所以面对夫君的拒绝，我是绝对不会发脾气的。我要慢慢攻略他的心，才有机会拿到大结果。我就装出可怜的样子，委屈巴巴的走了。到了晚上，夫
夫君在床上睡觉，我悄咪咪掀开他的被子，钻进被窝，枕着他的肩膀，呼呼大睡。夫君第二天醒来看到我，不可置信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在夫君床上伸懒腰，滚来滚去。我早就来了呀，我都睡了一夜了。夫君不爽，我不习惯与人同床睡觉，下次不准来了。我答应夫君答应的好好的，但一到晚上我就又钻进了被窝。书上说了，男人说拒绝就是同意，所以我可以和夫君一起睡。夫君睡醒看到我，跟你说了不许来，怎么还来？你是个猪脑子吧？你到底是鸡还是猪啊？其实自从我孵出来之后，夫君对我就没有那么温柔了，但直接骂我是猪还是第一次，我忍不住哭了。夫君又心软了，把我捧在手心，他用指腹摸摸我头上的绒毛。好了好了，怪我和一只小鸡生气。我哭得抽抽，还是谨记书上的教导，男人最讨厌哭哭啼啼的女人。我就强忍悲伤，在夫君掌心唱跳起来。夫君说我是猪啊，是猪就是猪啊，是猪也是夫君养的可爱猪啊。我抽泣着唱跳，觉得自己这副强颜欢笑的样子当真可怜极了，实在憋不住，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夫君哄了我半天才哄好。夫君拿我没招了，他不再拒绝和我一起睡。反正就是一只小鸡，并不算男女有别。我暗喜，终于能明目张胆和夫君一块睡了。时间长了，夫君习惯了我的存在，有时睡着睡着还会给趴在他肩头的我顺顺毛。嘻嘻，夫君的肩膀好暖和，是只属我一个人的鸡窝。白天我更是一有机会就陪在夫君旁边。我是个有分寸的小鸡，夫君忙的时候我绝不打扰，我就在桌子上跑来跑去，帮他研墨、洗笔或者充当活体镇纸。夫君想找啥子古书，我也能第一时间找到。翻开夫君要的那一页，时间长了，夫君习惯了我的存在。我去上学，奎泽元君的儿子萧望跑来找事，他拿出一面镜子，在我身上照了照。你不是总吹牛你是凤凰吗？为啥子灵根镜照出来的就是一只鸡的仙根？我看了看灵根镜，冷笑，因为你的破镜子是假的呗。萧望怒了，你胆敢说我老爹的镜子是假的？他一嚷嚷，同学们就都围了上来。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，嘿嘿，这不就是鸡的灵根吗？我就说嘛，神凤怎么会是小鸡的样子？果然是没见识笨鸟，连灵根镜都认不出来。大家把我围成一圈，一起嘲笑我。我又羞又恼，一怒之下丧失理智，抢来萧望的灵根镜，摔得粉碎。萧望吓傻了，你竟然把我爹爹的法宝摔碎了！我的天，我爹绝对打死我！萧望大哭起来，哭着哭着就扑过来，小鸡身法灵活，直接躲过。同学们见状，哼，一只鸡凭什么跟咱们一块上学？我不甘示弱，一个腾空而起，朝我面目全非爪！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此时夫君来接我放学，我立刻大哭着跑去告状。夫君，他们看我是一只小鸡，都欺负我。你看，他们把我打成什么熊样，我痛死了。夫君看我这副惨样，眼中冒起怒火，但当他抬眼看到我的同班们时，又愣住了。大家都被我打得爬不起来了，有人被我用面目全非爪打成了大胖子，有人满身血痕，最惨，满脸都是我密密麻麻的鸡脚印，近乎毁容。那天夫君妥善处理了这起打架事件，没人再找我算账了。事情解决后，夫君捏着我的后脖颈，一脸铁青的将我提回神殿。我委屈巴巴不敢吱声。一回家，夫君就开始骂骂咧咧，都是一块读书的同窗，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啊？我本以为你是特老实一小鸡，原来都是演的。摔了人家法宝，还把人家打成猪头，我真想打你。不是吧？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他先惹的事儿，夫君怎么要打死我？是萧望在扯谎。我明明是神凤，他却说我是鸡的灵根，本来就是假的灵根镜，我摔了就摔了。萧望他们以多欺少，也不是什么好玩呀，我就打就打。但我不知悔改。夫君冷笑一声，日选仙君搞错了，他找的根本不是凤凰的魂魄，你本来就是只普通仙鸡，灵根镜自然只能照出小鸡。得知真相，我的天，塌了！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大哭着跑出了夫君的寝殿。夫君寝殿的院子里有一处通往东海极寒之地的传送门，我悲痛至极，直接飞了进去。我竟然被传送到了白生上神的墓穴，墓穴里很寒冷。白生上神的遗体就躺在中央的冰棺中。白生上神长啥模样呢？是不是很美？夫君才思念了他这么多年。这么想着，我哒哒哒朝冰棺走过去，跳上去一看，哇！上神果然姿容绝美，他躺在那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我打算再近一点看，墓穴突然地动山摇，石块砸了下来，
冰棺中爆发出刺眼的光芒，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下一秒，我猛地从冰棺中坐起，脑袋懵了一瞬，往昔的记忆如潮水一般涌来，想起万年前我带兵对抗魔族老大晴空，并以魂魄为引，封印了他。想来我死后，墨尘四处寻回了我的魂魄，但只有几缕封印上的命魂，他上天入地便寻不到，最后竟阴差阳错被日卯星君做成了凤凰蛋。我坐在冰棺中，头痛欲裂，小黄鸡和白生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打架，最后渐渐变得和谐。白生上神是我，小黄鸡也是我。啊，对了，墨尘呢？我刚想到墨尘，就听到他的声音从洞外传来：“师傅，徒儿向来敬重于您，但若您伤了我的鸡媳妇儿，那我也要揍你！”真不知道这家伙在我坟前说了多少奇奇怪怪的话。不过这熟悉的声音倒让我的思绪回到和墨尘出狱。墨尘是我亲手养大的徒弟，那年我刚满2万岁，游历6界时捡到了年仅8000岁的小墨尘。墨尘没有父母，是临时浴火化作的神凤。他一个人生活在荒岛，跟个小野人似的，话都不会讲，渴了喝露水，饿了吃果子，穿着芭蕉叶做的裙子，活得很糙汉。一开始墨尘以为我要霸占他的地盘，对我龇牙咧嘴，总想攻击我。那时我玄冰凤凰一族，除了年幼的我以外，全部战死。见到仅存于世的同类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见墨尘不会运用凤凰之力，我就觉得不能放任他一个人流落荒岛。我隔三差五就去岛上看他，还教他说话，教他在沙滩上写字。日子久了，墨尘不再对我有敌意。每次我一到荒岛，墨尘就开心地冲过来：“白生姐姐！”他的眼睛亮闪闪的。后来我收墨尘做了徒弟，将他带回了天庭的寝殿。院子里那棵仙梨树还是我亲手栽种。无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在那棵梨树下舞剑，或是吹箫。墨尘来了之后，变成我舞剑，他吹箫配乐。年复一年，墨尘长大了，他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，体格很健壮。我们形影不离，时常一同游历6界，铲奸除恶。墨尘总是恭敬地喊我师父，所以我没察觉到他的心思。直到他跟我表白那天，我惊慌失措，逃跑的时候甚至狠狠撞在了门框上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躲着墨尘。我并非死板之人，并不在意什么师徒伦理，旁人闲言碎语更是当成笑话。问题是这墨尘在我眼里就是一毛头小子，实在没什么性魅力。而且我一直将墨尘视作晚辈，他突然说喜欢我，我真是尴尬到脚趾抠地。面对我的冷淡，墨尘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却找了许多仙家来游说。您与墨尘上仙是这天地间唯二2只纯血凤凰，可是肩负着绵延凤凰一族血脉的重任呐。若是凤凰一族灭绝，咱们天庭可就再难出战神了。您2位简直是天造地设的良缘。没错，我们凤凰一族是纯的战斗仙族，出战神的频率很高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不能拉我配种啊，还拿我当个人不了。我一气之下，把那些来游说的神仙全给轰走了。最后，我决定去和墨尘撂狠话。墨尘，你不要再继续喜欢我了，是没结果的。我永永远远、生生世世都不会喜欢你，更不会嫁给你。你每天缠着我，真的很像变态，离我远点，少骚扰我哈！哼，为了让我的拒绝更具有说服力，我还违心道：若让这6界知晓你我师徒乱搞，我的脸还往哪儿搁？你不在意你的清誉，为师的清誉可是重要的很。听到这话，墨尘一愣，失魂魄的走了。这话说完没多久，仙魔2族开战，我便牺牲了。回过神来，墨尘已经进入了墓穴。他见到活着的我，愣了足有1刻钟。最后，他眼中蓄满泪水，嘴唇颤动。师父，我淡定点头，是我，为师回来了。然后又明知故问：墨尘，鸡媳妇是谁？你结婚了？墨尘擦干眼泪，没有，我之后再和您解释。他环视四周，师父，你可曾在这墓穴之中见过一只小黄鸡？我撇撇嘴，见到了。它在哪儿？墨尘着急道。我指指自己，小黄鸡是我缺失的一缕魂魄，已经自动与我合体了，这也是我能醒来的原因。墨尘一愣，许久后才道：所以说，那只小鸡它消失了。我点点头。墨尘的表情一瞬间极为落，甚至说成是失魂落魄也不为过。就像我做小黄鸡时，他每次从东海回来一样，我有点不爽。墨尘，怎么我复活了，你不开心？墨尘脸色煞白。师父，你好端端回来了，徒儿怎会不开心？他伸手想扶我出冰棺，却又像想到什么一样。师父，您先出来吧。墨尘别过头去，不看我。我们回到天庭的寝殿，我过去居住的寝殿和1万年前没有区别，而我养的宠物鹦鹉、乌龟什么的也被墨尘照顾得很好。听说我复活了，各路神仙纷纷上门祝贺，我着实忙碌了几天。墨尘也一直陪在我身边。这1万年来，墨尘被众神推选为帝君，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。他性格沉稳不少，不再是过去的小屁孩了。我做小黄鸡时，拿墨尘当做未来夫君，满心满眼都是。
如今回归真身，也不知是不是受小黄鸡的影响，我居然也对墨尘产生了奇怪的情感。我总是忍不住观察他举手投足间气度风流，当真帅气。可自从我回来之后，墨尘一直对我以礼相待，不会再同我说笑，也不再缠着我了。我们的距离远了不少，搞得我心里闷闷的。这些天的心理波动，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首先，我得收回墨尘没有性魅力这句话，他那时只是太小了；其次，我好像喜欢上墨尘了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直面内心，令我慌张不已。按照我以往的性格，定会第一时间和墨尘讲清楚，但这一次我退缩了。我死前那么臭骂墨尘，如今打脸，实在不知如何开口。要是墨尘先和我说就好了，我会立马答应他的。但墨尘却待我疏离又尊重，仿佛真的只拿我当师傅。看他这个装货样子，我心里冷笑。整个全天庭都知道墨尘喜欢我，为我守了1万年，我就静静看他什么时候忍不住来找我。他终于来了。师傅，如今这寝殿迎回了真正的主人，徒儿不便再鸠占鹊巢。我心中一颤，打算搬家别居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墨尘举止恭敬。我寻到一处灵气丰饶之地，已命人修建寝殿，不日便会搬去。我心里大喊：不准走！我要你待在我身边。嘴上却云淡风轻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为师便不挽留你了。说完，我自己都惊呆了。他是装货还是我是装货？墨尘得到允准，行礼退下了，留我一人悔恨不已。墨尘本来就公务繁忙，若是再与我异地，我还怎么跟他培养感情？可我又拉不下脸去找他，就只能一个人生闷气。夜里睡觉时，我想着墨尘，乱梦纷纭。我梦到过自己是小黄鸡时，用他肩膀当成鸡窝睡觉，觉得很安心。还梦到过每次墨尘来接我，他的手牵着我一只翅膀，我蹦蹦跳跳和他一起回寝殿。又梦到万年前还在海岛上的小墨尘，围着芭蕉裙子痴痴的叫我白生姐姐。我刚想回应他，却发现他的芭蕉裙子不知何时掉落，我尖叫一声，却猝不及防被他拉进怀里。场景转换，瞬间到了大床之上，已经长大的墨尘将我拥在怀中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我脸色通红，看都不敢看。墨尘却在我耳边发出嫌弃的声音：师傅，你怎会梦到这个？我尖叫一声醒来，大口喘着气，发现房间外的院子里很嘈杂，是墨尘在搬家了。我就这么窝窝囊囊的看着墨尘搬走了。此后许多天，我连墨尘的影子也见不到。这小子成了帝君，当真是忙得很呢。也不说来看看他师傅我。我坐在院子的秋千上乱晃，满脑子都是我当小黄鸡时眼中所见墨尘的音容笑貌。我确定我患上了相思病，就去和穗禾打听墨尘最近在忙什么。穗禾笑道：上神不知，光羽公主倾慕帝君多年，一直想与他联姻，请求相亲呢。听到这话，我假意惋惜。光羽公主品貌才学一流，可惜啊，可惜你倾慕的墨尘喜欢的只有本上神我。昨日帝君他答应与公主相亲了啊！他们去哪里相亲了？我忙问。在凡间。眼下我也顾不得上神体面了，立马化作神凤真身，飞去凡间，毁坏一桩姻缘。墨尘和光羽公主扮成凡人的样子，正在一处风景如画的河边散步，我就潜入水中游，像水鬼一样跟着他们。帝君，是我冒昧，全天宫人人皆知您心悦于上神，今日又为何愿意与我相亲呢？我与上神从来只有师徒情，非男女之间，这话公主不要再说。与我师父清誉帝君今日与我相亲，可是对我有意，感情日后可以培养。如今师父醒来，我也应该开始新生活才是。是谁？墨尘指尖变换出一枚石子，朝我飞来，正好打在我脑壳上。这1万年来，墨尘修为突飞猛进，这一下给我打得生疼，疼得我像个大李子鱼一样，啵地跃出水面。趴在岸边喘气的时候，墨尘认出了我，他皱眉：师父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光羽公主也好奇地看着我。白生上神，她赶紧行礼。小仙向来听闻上神对抗魔族的事迹，心中钦佩不已。今日得见上神真身，果真。他抬眼看了看头上缠满水草、狼狈不堪的我，果真了半天也没果真出什么来。我不好意思地朝他们摆摆手，婉尊道：今日天庭上太热，本上神凡间游一游，凉快凉快。说着，我朝着远方花市游走了。凡间果真很凉快呀！别管我了，我彻底疯了。光羽公主和墨尘没成，哈哈哈哈哈！光羽没看上墨尘，我心里暗暗得意，同时也加快了动作。平时一有什么事，就喊墨尘来寝殿处理，试图和他培养感情。墨尘每次都会来，但他总是沉默寡言，我问一句他答一句，事情做完就走，生怕和我扯上关系一样。也许是我死前对墨尘放的狠话让他应激，为了我的名声，他故意和我保持距离。但更可能的是，经过了1万年，他不再喜欢我了，只是在履行作为徒弟的义务。我觉得后者才是真相。自从光羽公主和墨尘相亲以来，就像是释放了某种信号，全天庭的单身女神仙们都想与墨尘相亲，只要有人提出，墨尘便一一应允。海娜
的，就好像着急把自己坠出去一样。我现在老脸也不要了，莫尘一相亲，我就去搅和，好几次被莫尘抓个现行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依然不知道如何与莫尘开口。莫尘也压根没往那里想，他只会尴尬的笑笑。师傅，怎么又是您？真巧。我的心越来越凉了，莫尘可能真的不喜欢我了。郁闷之时，我外出散心，我去了捡到莫尘的那处仙界荒岛。海风吹着我流泪的面庞，走着走着，我竟看到了莫尘。他眺望着远处的海面，亦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看到我，他眼中眸光一闪，随即又暗淡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万种情绪涌上心头，我差点哽咽了。你现在还喜不喜欢我？我摊牌了，我不装了。莫尘表情震惊，难以置信的样子。师傅说的是哪一种喜欢？男女之情那种。莫尘愣许久才开口。师傅为何突然对我变了心思？我脑海里想了许多前因后果，与他解释我对他的感情，但千言万语到嘴边就只剩一句话：夫君，你愿不愿意？夫君忽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他落下泪来。我自然愿意。说完，他又扶额道：这些日子，我怕你嫌弃我，见到你复活也不敢太高兴。为了避嫌，有女神仙想与我相亲，我便同意。去了又不知该如何跟人家交流，平白无故让人家讨厌。夫君絮絮叨叨的在说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想亲他。我二话不说吻了上去。夫君没有躲，亲到关键时刻，夫君居然停下了。师傅，我们还没有结婚，这样太不合规矩。我看他属实应激的不轻。1个月后，我与夫君大婚，四海八荒的仙家纷纷到场祝贺。闹的婚礼过后，来到洞房环节，2个人都有些紧张，谁也不好意思率先动作，只好分坐在喜床两边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夜色渐深，却还没进入正题。眼看这样不行，为了壮胆，我和夫君足足喝了有10杯交杯酒，喝得我面红耳赤，胆子都大了起来。我用指尖轻轻勾住夫君的腰带，引着他一步步走向雕花大床。过来呀，徒儿。往后便与为师相守相伴。他当即上前，伸手将我温柔打横抱起，带落坐在铺着花生桂圆的喜床上。他俯身靠近，一如往日荒岛相伴之时，我们紧紧相依，温柔相吻。这一回，岁岁朝夕都不再分开，漫漫长夜，寝殿之内尽是缱绻温情，暖意萦绕，整夜不散。新婚过后，我与夫君携手游历6界山水，朝夕相伴，情谊愈发浓厚。每日清晨醒来，总能见他以手支着头，温柔地凝望着我。这般光景，还是我化作灵禽之时便日夜期盼的模样。如今终得圆满，四目相对片刻，我弯起眉眼，笑着开口：“夫君，早安。”他低头在我额间落下一吻，眼底满是温柔。早安，夫人。又陪着我静躺片刻，夫君才起身整理衣衫。我故意逗他，等到他衣裳穿齐整，才从后面抱住他。夫君无语。师傅，别胡闹，今日天庭上还有要事。我哦了一声，蔫巴巴地收回手，刚想回去继续躺一会儿，脚下却突然一轻，夫君把我抱回床上。夫君说我是猪啊，是猪，猪就是猪啊，是猪也是夫君养的可爱猪啊。你怎么有小黄鸡的记忆？我翻白眼，我看你才是猪吧，那小黄鸡本来就是我。婚后第3个月，即将迎来夫君的生日。自我领养他以来，每年生日都是我给他过。如今结为夫妻，自然要更隆重些。为此，我准备了许久。可就在生日前1日，魔君晴空竟破除封印出来了。万年前，我曾以真神之魂封印了晴空，后来封印松动，我的魂魄流落在外，被日卯星君收集起来，制成了神凤蛋。我苏醒后，曾联合夫君加固过封印，这样晴空还能逃出来。当真不可思议，晴空一出来就干坏事，6界被他搅得不得安宁。我与夫君猜测，晴空定是用了魔族邪术，使得法力大增，才破除了封印。这邪术一用，晴空最多能活3日，所以他必定会利用这3日毁天灭地。我和夫君作为凤凰一族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我们身着神凤战甲，应战晴空。晴空正在人间作乱，天空黑云压顶，暴雨冲刷着大地。晴空看到我和夫君，很瞧不起的样子。我听说你们师徒2人在一起了，滋味如何？那自然是舒服得很，不劳你费心。晴空愣住了，趁他愣神的空当，我一剑砍了上去。我与夫君合打得晴空节节败退。可就在晴空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刻，他整个身体化作巨大光球朝我急冲而来。我顿时明白过来，晴空用自己的命破除封印，根本不是为了带着6界一起死。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我，他想杀了我，以报我封印他万年之仇。他祸乱6界，不过是为了引我出来。想明白这一切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看那光球就要击中我，夫君却在最后一刻挡在了我身前，那光球击中他，一起爆炸了。我听到自己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不要！
晴空被撕成碎片，夫君的身体也掉了下去。我强忍悲痛，化作神凤飞下去找夫君。夫君伤得很重，生命在一点点消逝。我把他抱在怀里，心碎到说不出话。夫君用最后的力气摸了摸我的脸。师父，别难过，神凤浴火，我还有重生的机会。我知道夫君只是在安慰我，趁他还有意识，拉着他的手抚上自己的小腹。我泣不成声。夫君，我没有小凤凰了。夫君的眼睛一瞬间瞪大了，可最后他也只能无力地流出眼泪。师父，你和孩子等着我，我会回来的。我与他以额相抵，拼命点头。夫君，我等着你，你一定要回到我和孩子身边。说完，夫君的身体便在我的怀中消散了。霎时间，只剩山间冷风吹着我空落落的怀抱。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吐出一口鲜血，晕了过去。风波平息，我回到了天庭。痛不欲生一段时间后，我也算能正常生活了。夫君死后第100年，我生下一颗神凤蛋。神凤蛋刚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，和一只普通的鸡蛋一样，我十分疼爱它，每日大部分时间都要化作神凤原形来孵蛋。日子久了，神凤蛋有了意识，它会甜甜的叫我娘亲，我的心都要融化了。神凤蛋慢慢长大，越来越调皮，它经常像个弹力球一样，在寝殿到处跳也就罢了，有一回它居然蹦跶到很高的地方，一跃而下。娘亲，我会飞啦！我一看这高度，完全可以给它摔得稀碎，吓得赶紧化作神凤原形，嗖的一下飞上去，稳稳接住。神凤蛋在我背上开心的翻滚，嘻嘻的笑。我心里真想给它捶扁，但表面上还是好声好气的哄它。宝宝不可以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哦，这样很危险，娘亲会担心的。神凤蛋答应我，答应的好好的，但一转眼他又跳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去了。那一次真给我吓死了。等我不顾危险进入炼丹炉把他捞出来时，神凤蛋都熏黑了。他虽没有受伤，却吓得大哭，在我怀里发抖。那一瞬间，我怒气全消，只剩疼和愧疚。我哭得很伤心，是娘亲没有照顾好你。神凤蛋看到我烧伤的胳膊和我的眼泪，在我怀里安静了下来。这之后，他乖了不少。空闲时候，我就会想，真是天道好轮回啊。我过去当神凤蛋时折磨夫君，如今有了自己的神凤蛋，他就折磨我。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全天庭众神得知我产下神凤蛋，都很好奇玄冰凤凰和浴火凤凰结合，水火不容之下能生出什么新奇物种。为此，他们甚至开了赌局。我看他们也是丧心病狂，没人关心我一个丧夫的寡妇，居然都在好奇我会生出什么物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好奇。时间一天天递过，距离揭晓答案的日子越来越近。很想念夫君的时候，我就会摸一摸胸前的灵石。当年夫君便是由这颗灵石浴火化作神凤的。消散后，唯一剩下的也只有这颗石头。我将它制成项链，悬挂在胸前，距离我心脏最近的地方。又是1000年过去，神凤蛋破壳了。我终于见到了我和夫君的孩子，是一个胖嘟嘟的小女孩，特别可爱，我爱得不得了，去哪里都要带着她。一日，我午后休息，醒来就看到小凤凰趴在我胸前，盯着那颗灵石。娘亲，你的项链在发光。我猛地坐起来，紧张地把灵石拿在手里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发光了，怎么回事？夫君要回来了。可灵石还是死气沉沉的。我呆呆地望着掌心的灵石，心里十分失望。小凤凰不明就里，嚷嚷着让我带它学习飞翔。我完全不敢违抗这个小祖宗，赶紧带着去了。小凤凰化作神凤原形，胖墩墩的，怎么也飞不起来。我皱眉，让你少吃一点，这么胖的神凤哪能起飞？小凤听到我说它胖，不开心了，一个猛子扎进翻滚的云海之中。我站在天阶上观察，想看看这孩子能不能自己学会飞，结果他就直挺挺往下掉。行了，我认命了，不会飞就不会飞吧。正打算下去把它捞上来的时候，我胸前的灵石忽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紧接着灵石嗖的一下飞了下去。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夫君已经抱着小凤凰回来了。小凤凰不认识夫君，在他怀里好奇地打量他。夫君抱着孩子一步一步走到我身边，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。其实我一直都在灵石里，从未离开过你们。我早已泣不成声。夫君将我拥进怀中，连同小凤凰3个人拥抱在一起。小凤凰大抵是对夫君感到熟悉，也伸出小胳膊搂着他了。故事至此迎来圆满的结局。什么？你问我小凤凰到底是什么物种？忘了说了，是可燃冰凤凰哦。